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7月9号，星期四。纽约市的死亡人数是23224人，确诊人数是222383人，死亡率是10.44%。纽约州的死亡人数是32251人，确诊人数是404090人，死亡率是7.98%。全美国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134215人，确诊人数超过了300万，达到了310万2947人，死亡率是4.33%，死亡率是有所下降的。恐惧指数呢还是比较好的，在28.08，油是40.88美元一桶，黄金是1817美元一盎司。那么小麦和糙米的价格稳定，那么牛肉和猪肉的价格呢？牛肉的价格略涨。人民币对美金的兑换率是7块02分兑1美元。美国呀，它预计未来的3个月内啊，将会大规模的临床实验3种新冠病毒的疫苗。对此呢，美国的流行病学家安东尼·福奇，我们知道是首席的医生啊，他说新冠病毒疫苗有效率呢可能是70%到75%。那考虑到民调显示1/3的美国人呢，他不愿意接种疫苗，因此美国是很难借此来控制新冠肺炎的疫情。那么6月28号的时候，这个福奇医生在被采访的时候说，他说有效这个最高的疫苗呢是麻疹疫苗，目前为止是97%到98%，但是他预计呢新冠病毒疫苗呢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那么考虑到呢有2/3的美国人呢愿意接种，因此呢美国是很难实现群体免疫的。在美国推广接种这个冠状病毒疫苗的时候呢，美国人呢部分人群呢是普遍是反科学、反权威、反疫苗，但是1/3的人呢不愿意接种疫苗呢是一个惊奇的比例。那么推广接种疫苗呢不会是一个容易的事情，那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让人们了解疫苗的真相。关于美国各州应对新冠肺炎疫苗的这个表现呢，福奇表示说呢，一些州的领导过于仓促的决定开放，一些民众呢他不愿戴口罩聚集，尤其是年轻人，这些呢这个新冠病毒的持续扩散呢是个主要原因。那福奇认为呢，现在美国在追踪新冠病毒密切接触者方面呢做得并不好，很多的社区呢主要通过打电话来联系密切接触者，但是50%的人呢甚至都不愿意提供信息。此外呢，由于在新冠病毒传播的社区中呢，20%到40%的感染者呢没有症状，所以呢是没有办法做到追踪全部的密切接触者。百乐歌赌场啊出现了一个新的失误啊，成了体育博彩史上的最大亏损。这是赌场新闻啊。赌场内近期发生了一个失误啊，就是拉斯维加斯的体育博彩圈呢遭受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亏损。那么事件起源就在于近期呢，中国和韩国进行的这个几场棒球比赛开始之后呢，百乐宫的体育博彩人员呢还是允许开赛后呢继续把25万美元的获胜赌注投注到比赛中。这些原本应该获胜的奖金分布呢在大约50个所谓的已过去的赌注中。这次人为失误呢，就使投注者在凌晨1点到凌晨2点左右呢开始了这些赛事之中，继续于凌晨1点半到3点之间。几乎所有牵涉到赌客都是利用赌场内的自动服务亭下注的。那么一位赢家呢，在250块钱的10串多重彩比赛中赢得了137107元的奖金。对于这次失误，拉斯维加斯的7家最老牌的体育博彩赌场表示说，想不起来过去曾经发生过比这个更大的损失是没有。目前呢，内华达州博彩控制委员会呢已经介入调查此事，来决定是不是该由赌场负责这笔金额。那么过去类似的这个错误呢，在体育博彩界很常见，偶尔呢发生在体育博彩员工输入错误的比赛开始时间，或者只是输入错字。有的时候呢，在其他时区的海外赛事呢也会引起错误，导致失误。那么西门赌场酒店体育博彩总监呢对于媒体说啊，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我认为啊，每家经营体育博彩的赌场呢，就可能从一开始就已经多次遇过这种问题。通常赌场的做法是啊，让下注的赌客选择，你是领取奖金然后必须接受永久遭赌场禁入呢，还是可以随时返回赌场呢，保持自由，但是放弃奖金。但是任何时候在争议超过500美元时候呢，就必须向 GCB 报告。那么该机构呢会进行调查并发布裁定。那么一旦 GCB 参与了，
通常呢就会和赌客，记住啊，不是和赌场，和赌客站在一个方。美国的 CNN 媒体是报道过啊，他说美国的移民呢和海关执行局呢最新出台的一项规定，里面所涉及的内容呢，那么重点就是说外国留学生就读美国高校的问题。如果别的国家学生在美国只上网课，那么美帝国主义政府呢将不再给申请这些院校的留学生签证。目前呢已经在美国学习的学生呢将会被遣返，也就是说美国的政策啊，它一旦实施就是要往外赶人的。虽然说这一项驱赶留学生的政策呢是对于全世界的，但是呢涉及的留学生呢，中国呢是最多的。美国的政府呢在政策是在7月6号宣布的，即使是很有名气的哈佛大学，也是美国移民与海关执行局遣送的对象。那么这个政策呢会直接影响啊这个 I-20 这个差不多120万在美国的留学生，涉及到全美国8700个院校。那么中国呢在美国的留学生呢有36.9万人，相当于一部分是符合遣送条件的。美国这一政策出台呢，就意味着以后去美国留学呢审核会更加严格。2年之前呢，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对于旅美和留学人员就加强了审核，想去留学和旅美的人呢就必须出示自己的个人自媒体账号，美国大使馆人员呢就会根据你平时所发送的东西呢来判断你的价值观。所以到美国要看价值观啊。美国这一决定呢就受到了大量的中国的一些人士的叫好，就是如果你没有美国的价值观，你不许去美国。当然对于中国的爱国人士来说呢是个大好事嘛，省得你到了美国给腐化了嘛。那么有些人觉得在美国的校园读书，那么不是在校外上网课，那么这项政策呢可能影响不到自己。那么如果你真的是这么想啊，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疫情的原因呢，本身大部分的高校呢也都是在上网课，所以这个政策呢在这个时候出台呢，基本上就是覆盖绝大多数在美国的留学生。如果你想幸免，那么你的价值观非常重要。那么很多人觉得这是留学生的问题，其实呢美国是在这个时候出台啊这个政策啊，我的理解啊是宁愿他放弃巨额的留学收费，也要重新洗牌，肯定啊它是和政治有关的。美国移民局和海关局呢还在这个政策中明文规定啊，持有 F1 或者 M1 这2类签证的外国留学生，如果他们就读的学校是2020年秋季学期的课程，就会被全部驱除。签过证没去的学生所持的签证呢不再有效。如果想不被遣送，唯一的途径就是在大学里读书，而且美国将会针对你大学读书的外国留学生呢重新审核。美国的各大院校啊对于政策呢它是有反对的，但是受到疫情和政治的影响呢，美国政府决定这一次就是一刀切，他不再给自己留下更多的隐患。也有些国家曾经说啊，自己的国家因为疫情的影响啊，对于国外回国人员也是有限制，那希望美国这一政策推迟执行。那么美国政府回应说啊，那么如果你对于自己国的国民呢回自己的国家还受到了自己国家的限制，那么这样的国家呢是绝对就不会对国民负责任的。那么看来美国这一次的行动啊是铁了心了。对于有些留学生来说呢，在美国会被驱除，那么自己的国家呢也有可能入境受到限制，所以这对于这些留学生来说呢，回家的路呢不会一帆风顺。那么父母在自己的国内捞钱，放美国去生活，这种现象呢就会彻底改变。这是美国连续出台的排外政策，确实让某一些涉及到的家庭很头疼，钱花出去了，事儿没办好，人还被撵回来了。你有的时候想想呢都是累。不过呢，现在最大的好处是呢，如果被赶回去的人，那可以待在自己的国家呢，建设自己的祖国，不用再在美国的大街上继续喊脏字儿了，继续突然跑出来了很多的人在美国的大街上游行了。那么美国在对于留学生收紧政策上呢，本身在今年的年初它就开始了，只不过就是它越收越紧而已。那美国国务院的高层官员呢也曾经解释过这个政策，这个政策呢不是针对任何一个国家的。由于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比较多，所以受美国政策影响就会大。那么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总数呢占在美国的国际学生总数的1/3，而中国在美国留学生呢40%是学习自然科学、工程和技术的。在6月1号的时候呢，
美国大使馆微信公众号呢，它曾经发布过美国政府对于部分中国留学生签证限制的措施，暂停了中国非移民学生和研究人员入境。美国怀疑这份人员参与了军民融合，并对于这些留学生呢进行了一个实体制裁的清单。那么目前为止呢，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的大学呢，我们知道包括了中国人民大学啊、西安交大啊、同济大学啊、广东工业大学啊、国防科技大学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西北工业大学啊、电子科技大学啊、四川大学啊、湖南大学啊、南昌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所以其实中国的留学生其实没必要再来美国留学了，你们可以自己在中国进行研究嘛，你为什么要到美国来呢？美国呢，当然总认为自己很牛逼，那么好像是离了啊美国呢，你中国就玩不转了，那么你还是在中国自己学习，关起门来自己更生比较好。我们知道啊，美国和美军禁止售很多的技术给中国，那么很快呢，中国就会明白了，他是买不到美国更好的技术、更好的这个专利了。那么为什么中国火箭都能上天，偏偏呢芯片而软件还是被砍的？这是因为美国控制了制造业的基础，这一招呢号称是釜底抽薪。生产方面，国产企业是可以凑合一些场景，但是在软件上啊，中国差的是太远了。关键的是啊，中国的软件其实就是生产的上游，也就是意味着美国不仅卡住了中国的脖子，而且把中国的头也卡住了。工业软件呢，是整个中国工业体系中最大的短板之一。很多人都觉得中国互联网排名全球前列，都是搞软件的，工业软件能差到哪儿去呢？这真是一个认知上的错误。工业软件的研发呀，是不是计算机专业的事儿吗？其实不是。虽然中国的互联网应用很厉害，但是中国的大型的工业软件呢，还有芯片的设计软件呢，是最为薄弱的环节。比如说啊，什么是工业软件呢？长知识啊，知识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么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这两句话本质上都是在说工具的重要性。而工业软件呢，其实就是工业领域的工具。就像是 Word 和 PPT， 它们都是工具，是一样的存在。工业软件呢，本身大概分成3部分，一种是帮助你设计的，叫做 CAD； 一种是帮助你仿真的，叫 CAE； 还有一种是帮助你制造的，叫 CAM。英文简称都是 CA 开头，也就是计算机辅助的意思。设计类的软件呢，就叫 CAD， 也就叫做 Computer Aided Design。说白了就是画图。比如说你造一个建筑或者画一个零件，你的芯片都需要画图纸。之前呢都是拿手工画的，现在呢就要让计算机来帮着画。首先呢就可以直接把标准件拖上去，组合起来就好了。而仿真类型的叫做 CAE， 也就是 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 它的中文呢是计算机辅助工程。在用途上来讲呢，它就是实验。比如说你买个衣服，你是不是要试一下啊？那现在的直播带货的主播呢，就可以帮你试。其实呢，仿真软件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帮你尝试，看看设计是不是合适，是不是合理。而制造类呢，叫做 CAM，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 因为生产都要靠机器完成，那操作的机器呢，其实就是靠 CAM。比如说你一台机床，你要控制刀头，你怎么移动，你怎么切割零件，都是要靠 CAM 完成的。那么为什么工业软件中国发展不好呢？第一个原因啊，它因为难。因为工业软件啊，看起来是一个软件，但背后是无数知识的结晶，是绝对的跨学科的领域。它不仅需要你啊，在各个领域内都没有短板，而只有计算机专业参与呢，也绝对没戏。首先呢，它涉及到了基础学科，可以说是工业软件程序，如果不懂力学，根本就没办法下手干活。那么这些动画仿真都必须是基于物理公式的。因为工业生产不是儿戏，不是好看就行，而是要能切实的指导实际生产。本质上就是把物理公式写到软件里，让软件快速实现预算。而且如果所需要的物理公式不存在，就要先去推导公式。那么这就需要先去研究物理这种基础学科，之后呢
自然就是需要计算机底层的研究能力。那么有些物理公式呢，因为它过于复杂，虽然理论上是正确的，但是解不出来。这就是非常像你明明知道少吃多运动就能瘦，但你就是做不到，这是一样的道理。这个时候就要让计算机科学家进来了，要让这个计算呢成为可能。这是说一个非常典型的应用啊，我们叫做计算流体力学 CFD， 叫做 Computational Field Dynamics。流动就是流动的物体，比如说水，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空气。那么计算空气对产品的影响呢，就是 CFD 重要的应用之一。那么这类仿真呢，在飞机翅膀和汽车外形设计的时候呢，就必须要做。如今其实已经涉及到了更多的方面，比如说芯片的散热器等等。那么1963年的时候呢，两个美国人呢，他用 IBM 的7090智能机第一次靠计算机解除了流体力学的方程。之后呢，计算机继续发展，让 CFD 越来越强大。然而 CFD 这一块，说实话呢，是中国被美国拿捏得死死的。去年美国给华为的禁令刚刚开始，那么美国的 ANSYS 就被禁售了。而 ANSYS 这个软件呢，就是业内王冠级的工业软件，台积电、联发科都是它的客户，而它 CFD 的领域名片级的产品叫做 Fluent 就是在禁售之中。那么现在 CFD 的分析呢，已经完全取代了实验来设计工业产品。如果美国、欧盟真的认真执行相关政策的话，那么中国的汽车、飞机设计都要回去重新吹风洞了。那么工业仿真软件呢，都被美德法三国把持。刚说的 ANSYS 的第一，西门子第二，法国的达索第三。关键就是欧盟和美国脱不开关系。美国和德国都是美国长臂管辖的老客人。直白点告诉你啊，就到工业软件领域，美国依然是操控全场。中国发展不好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钱不够。说实话呢，做什么东西都不能靠爱来支持。那么国内做工业软件的同事呢，他是钱少得可怜呢，年薪差不多只有10万人民币左右。工资低呢是有市场原因的，因为这个行业呢头部效应非常的明显。就为了自己的研发周期不被影响，那么客户呢只会为最先进可靠的软件买单。而国产的软件在公平竞争下，面对着高端客户是真的比不过的。毕竟为什么要赌上自己的未来来给国产送温暖呢？外国货物美价廉，直接用它不就行了吗？而且国外的这个工业软件呢，其实是渗透了整个中国工程师的培训环节。那么现在绝大部分的中国的大学啊，只要你是学工科的，一进入大学马上就要学国外的工业设计软件。比如说很多人第一个 2D 设计软件就是 AutoCAD， 它的母公司 Autodesk 就是美国的。学的第一个 3D 的设计软件呢，就是 SolidWorks， 它的母公司就是刚刚提到的世界第3法国的达索。你看，控制住了大学，不就是控制住了中国未来的工程师吗？那么其实就从源头上把中国人的中国人才控制住了。那么中国发展不好的第三个原因呢，可能就是政策。那么扶植弱小产业需要政策扶持，最起码呢，市场上不给钱，政策上可以给点儿。其实中国的投入的钱呢还是不到位。比如说这卡华为脖子的这种 EDA 软件，2年前呢是由美国国防部牵头开展了电子复兴计划。这里的复兴的意思啊，不是说美国这一领域落后了，而是说美国领跑的不明显了，美国要扩大优势。那么 ERI 的计划呢，在5年内投入了15亿美元，约100亿人民币。而这个 Cadence， 也就是说上面提到过的一些软件巨头，获得了2400万美元的资助。注意啊，这只是多年来美国各种政策扶植下面的一项。在中国呢，你看“十一五”相关的领域的各类政策投入，一共只投入了5000万人民币。那么“12五”期间不过超过2个亿，差距一看就知道。就是说，美国一项扶植政策的强度就等于中国15年投入的50倍。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工业软件的它的位置很奇特。你说它如果是属于软件的话呢，那么按照中国的分类呢，属于工业应用类，那就是应该归工信部管。但是呢，工业软件呢是关键的是跨学科的基础研究，又属于这个科技部管。那么这就是说，典型的出现了中国时刻按照经验两头都管的结果呢，就是互相踢皮球，两边都不管，非常尴尬。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观念上觉得科研投入软不如硬。如果说很多人呢想直觉上看看啊，到底是我投入多少呢，都喜欢买这个硬件，觉得硬件很重要。那么你看这华为事件呢，很多的视频都是在说啊讲光刻机，所以呢很多时候呢
如果你政策投资了，那么其实喜欢看到的就是你拿钱买的这个真的东西，去建设实验室，买各种高大上的实验设备。那么研究软件带来的什么效果呢？根本就不好看。那么领导来参观呢，给他看的什么？好像是到了网吧，看一堆电脑，上面都是软件，这是非常尴尬的事情。所以之前说啊，如果要让中国根本改变这种软件不重要的思想，非常重要。那么工业软件呢，就是和机床、光刻机一样重要的工业实力。所以目前看啊，由于这个短板，导致中国不光在工程设计，在工程的模拟、工程的制造出现了到处的短板，再加上美国又卡住了华为的上下线，基本上应该是踏踏实实再回去基础科学，找寻发掘一些跨学科的人才，进行软件开发了。这才是中国未来的方向。台 TV，我们明天见，欢迎订阅。